当夜幕降临，这些藏在冰雕里面的灯带亮起，白天里面冰清玉洁的冰雪大世界一下子换了个模样啊，变得美轮美奂的。看一下我这个福建土楼。在上集影片中，我和你欣赏了白天的冰雪大世界，仿佛走进一个冰清玉洁、晶莹剔透的梦境。在这集影片，欢迎和阿树去看一看，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松花江上的冰雪大世界呈现的另一个模样，又是怎样的琼楼玉宇、似梦似幻。在2024年阿树闯东北的系列影片中，我曾着重介绍过哈尔滨这座城市。这是中国最冷的大城市，冬季的平均气温达到零下14度，历史极端低温达到零下38度。这座城市历史不过100年左右，过去曾是一个小渔村，因为一条中东铁路，这个松花江畔的小渔村只用了100年的时间，就发展成了今天东北亚的中心城市，曾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。这景色，你看远处的哈尔滨城市天际线，楼房亮灯了，晚霞还在。隔着松花江两个世界，一边是这种世俗社会啊，一边是像是天上人间。当然了，太多人，如果少一点人的话，真的很有天上人间、人间仙境的感觉。当夜幕降临，这些藏在冰雕里面的灯带亮起，白天里面冰清玉洁的冰雪大世界一下子换了个模样啊，变得美轮美奂的。看一下我这个福建土楼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美了。福建土楼。来这里既是欣赏这个灯光，既是欣赏冰雕，既是欣赏这个冰灯，也是欣赏，也可以欣赏到咱们中国的这些非遗传统的世界文化遗产。前面说到哈尔滨是中国最冷的大城市，同时呢，它也是世界上冬季气温最大的大城市之一。那么它位于松花江畔，冬季封冻的松花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冰可供使用，所以呢，哈尔滨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冰雪节，已经包含了冰灯、雪雕、冰建筑等元素，主要是在市区的兆麟公园等地举办。后面的影片中呢，我们也会去到兆麟公园。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，冰雪节已经是第16届了。那么恰逢世纪之交啊，哈尔滨的政府呢就决定以更大的规模，在松花江江心的沙滩上建设冰雪大世界，希望能够对标迪士尼乐园，总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，总用冰量6万立方米，总用雪量13万平方米。那么总投资3000多万元，5000余名建筑工人参加建设。工程呢于1999年的12月4日开始施工，历时33天竣工验收。那么到2025年，冰雪大世界已来到第27届。那么今年很多的数据指标都翻了很多倍，比如今年的总占地面积占到120万平方米，
创历届最大的规模，大概相当于17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这一规模比1999年的约20万平方米扩大了约6倍。那么总用冰量呢，也是历届之最，其用冰雪材料超过40万立方米，这相当于16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体积，并且超过1万名工人参与施工，并有约1000台机械设备投入建设，为黑龙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岗位。这是我在2024年12月4日拍摄的冰雪大世界施工的画面。那天我记得比较清楚，在去年20闯东北最后一站齐齐哈尔吃完烤肉，看完丹顶鹤之后，我就回长春买了从长春飞回家的机票。但在去长春机场之前，我特地在哈尔滨经停了几个小时，因为冰雪大世界久有耳闻嘛，那时候还未开园，我只能在它外面停车场飞了个航拍，看到里面在热火朝天的施工。当时看到这个规模，我还是挺出乎意料的。2025年马上过去了，感谢在2025年你的陪伴。不知道你今年过得好吗？你今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如果让你给2025年写一句话，你会写什么呢？2026年你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又是什么呢？新的一年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期待看到你的留言。在2025年最后一天的跨年夜，阿树呢将去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跨年，那里是中国最像韩国的地方，那里是中国跟朝鲜的边境城市。我将会记录那个地方在跨年夜以及元旦这一天的景象，还有我的一些新年感受啊。这期影片呢将于2026年1月1号发布，期待一下新年第一天和大家的见面。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俄罗斯商品体验馆。现有工作人员持获周小光的身份证、周一女士的身份证，请失主听到广播后到南售票大厅候补中心认领。你好，这里是俄罗斯宫廷服饰体验馆啊，卖俄罗斯套娃的一个地方，卖俄罗斯巧克力，俄罗斯各种商品。这得有1.9米左右了哈。这冰雪邮局，像这些冰雪邮局啊，它是个房子啊，这个叫碳纤维电暖器。你看在喷水啊，这个水呢就是造型的一个工具。哇，这个像下雨一样。哎，新年新啊，这个喷水是有什么作用呢？挂树挂。哦，你看挂的那个树冠像一颗一颗牙齿一样哦。哦，这还能进去呢哈，就是还没有竣工，但是我们不妨提前看一下，还在建造中的一个冰雪奇观，叫星连星啊。从空中俯瞰呢，它是2个星连在一起了，喷水。我的天啊，朋友们，带你的家人啊，在春节的时候来这里过年啊，然后在这里美美的吃一顿东北铁锅炖啊，那真的是难忘的回忆啊！看这个是个玻璃厢房，里面，哇，这里因为一直在喷水，所以的话，这个空气雾蒙蒙的。你看那边在造雪呢，那边造雪机在昼夜不停的工作，真的是。现场朋友，保持您最后的情绪。
为什么要呐喊声呢？因为那个都戴着手套，你鼓掌嘛也听不出来啊。哇，这么多来自外地的朋友，有多少本地的朋友？挥挥手看一看。所有游客都往这个冰雪大舞台齐聚。那些俄罗斯演员呢？今天的首场，所以大家准备好你的手听。我们张开嘴巴，一起来一次呐喊声，再。我看到有一些只有冰批，还没有造型出来。所以啊，凡事不要想着完美了再出发，就是一边做一边不断的调整。这些都是闭园以后工人开始昼夜的通宵的工作，我猜的。朋友们看啊，那个2条毛毛虫的一个气球叫轮胎吧，上面坐着10几20个人啊，然后一辆汽车拖着，不断的漂移，然后这个宝座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爱的亲子时光与休闲体验，愿您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度过愉快美好的一天。再次感谢问候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原哈尔滨电视台的主持人洛莎。这一次呢，也是首次登上梦想大舞台。有第一次来到哈尔滨的朋友，请问冰阶梯啊，在哈尔滨吃的习惯吗？都吃了，我吃了这个酸菜炖粉条啊，吃了锅包肉，吃了溜肉段，然后吃了炸鸡柳，吃了凉菜。中国人民都知道他身份证丢了啊！好了啊，这个还是那样一句话，无论大家来自哪里，来到哈尔滨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，没有南方人和北方人，对，来的全是自己人，对不对？欢迎咱家人。我的家在东北，
候。今天是开园以来人最多的一天，因为今晚是平安夜。直播间的朋友，祝朋友们平安夜快乐！太冷了，手机自动关机了。一个简短的热身啊，兄弟们！这个房间内挤满了，要么买热饮的人，要么来这里取暖的人。躲在室内取暖了，外面太冷。航天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赶时间了，谢谢。
照片仪。啊，因为挺快啊，香的。对呀，什么？你们两个走到那边，然后走回来啊。还有一些冰雕还没有装饰好灯光，美人鱼。圣诞树啊。1、2、3，再来一张。1、2、3，好。扣住我的手，不要扎住。自己消化。啊，扣小了。看，吐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飞的是你的，那个人家那个悬停就没动，那是在悬停的。让他回来呀！越来越远。我的天啊，你看
这里已经有一个冰骷髅了，下面，朋友们能看到吗？那个冰块已经掉了一大块了，露出里面的灯带。这个冰面阶梯上是铺了那个毛的那个毯子的，防滑的，可能看不出来哈。我们不仔细看不出来，它是一个白色的毛绒的毯子，很贴心哎。每个冰阶上都铺了这个，难怪走上这个上面一点都不觉得滑。我觉得这个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，只有它是会不断的渐变色，它是主塔。看这些冰雕，欣赏冰雕，欣赏灯光，欣赏这个冰灯啊。拉了嘛，就那些朋友在等候。唯一比较火的。不好意思。
古老的蒸汽火车。然后这边是新时代的动车，和谐号，一左一右啊，见证时代的变迁。走啊！走吧。啊？好了，你这角度看。哈尔滨站第27届。这个脚是最容易破损的，破损了以后就往里面填那个冰，再喷水，就粘合住了。这是货真价实的冰啊，摸在上面特别冰冷。就他先把这个冰雕给建造起来了，造型建造起来了，然后呢再挖这个小沟子哈，在不起眼的角落挖这些小沟子，然后把冰袋埋进去，然后再用雪填起来。冰上自行车等，同时还有雪地悠悠乐、雪地四驱车、雪圈漂移、雪地摩托、冰上碰碰车、疯狂八爪鱼、欢乐悠波球、雪地毛毛虫。如果您想在游玩过程中驻足休息，您可前往冰雪高铁动车和冰雪暖宝，这里汇聚了各类特色小吃、热饮和简餐，为您补充能量。如果您想体验更多室内项目，也可以前往四季乐馆体验。天黑以后，这温度降了好几度。中午的时候是-10度，现在是-15度啊。这是一个冰雕做的温度计啊。时间是下午的6点40分。-15度啊，到这个更深夜能达到-20度啊。这是贵社雍吧？我没记错的话。我冷的有点都说不出话了，我身体是特别冰冷的。游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。请苏德利德出票广播后到国分轮，您的家人在等候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
这时候的圣索菲亚教堂人就少了一些。怎么这么短？不过瘾。可以了，好嘞。人生第一次滑冰梯呀！哎呀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好玩，我原来还觉得，哎，滑不动了，这个坡度不够陡，这小孩子睡着上来了。青花瓷系列雪雕，正好去年忘饭点，吃了2个来2天，差不多。馆内设有多种娱乐设施，无论天气如何，都能让您在这里畅玩不停。黑龙江冰雪竞技领域职业技能大赛，再见冰雪大乐园。雪圈租赁，租金100元，押金200元。去地铁站的人。冰上自行车等，同时还有雪地娱乐项目供您游玩。期待您的参与。哎呀！
身后有3匹可爱的小马啊，它是明年的主角。2026年呢是马年啊，阿树呢预祝大家马年吉祥，新年快乐，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。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幸福快乐，吉祥如意。我们明年见。